就是不出门。大太太怎么劝也劝不住，实在没办法，才让我来请您的。花轿进门了，亲戚朋友一堆的，他不上轿，等着让人看笑话。开门，罗斯太太。别哭了，三小姐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可来了，快劝劝他吧，他都哭一天了。这么大姑娘还舍不得离开家呀？你们先出去吧。快别哭了，一会儿脸肿了怎么见人呢？我谁也不见，我不去就不去。为什么？我不去王家，往后他们肯定会欺负我的。怎么会呢？王家托了多少人才定了这门亲事，你去了，他们会好好待你的。那是原来，现在不同了。有什么不同？现在咱们家就要败落了。我知道我爹他欠债了，他就要破产了，他开的生意全都要倒闭了。从今往后，他就是穷光蛋了，再也不是什么胡大财神了。住嘴！别再胡说八道了。太太，迎亲的又催了。四妹，你看。孩子，别再胡思乱想了，该出门了。我不走，我舍不得这个家，我要和你们在一起，我不愿意去王家。傻丫头，姑娘大了，哪有不嫁人的？别哭了，咱们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上花轿当新娘子。你看看你，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坐花轿当新娘，多好的事儿啊！我们这做女人的，一辈子不就风光这么一回吗？别再说什么不嫁人的傻话了。我们三丫头啊，一转眼长成个大姑娘了，也到了该吹吹打打、该嫁人的时候了。不，我不去。又说孩子话。我真的不去，我要在家守着爹，守着你们。我知道咱们家就要出事了，我不放心。太太，老爷说让三小姐上花轿。来人，替三小姐准备一下。是。我求求你了，跟爹说退了这门亲事吧。我知道为了嫁我，你们花了不少的钱，还准备了不少的嫁妆，这些陪嫁我都不要，留着给爹还债吧。这个新娘子我也不要当。来，起来。傻孩子，你那点陪嫁有什么用？你爹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儿的话，就算把咱们这个园子赔进去都赔不起。别担心了，你爹他没事，他现在呢，只是有点难处。如果你真的想帮你爹的话，就大大方方、稳稳当当的嫁出去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老爷，这不是让所有的宾客看我的笑话吗？我已经敲了半天门，可他就是不肯开呀，岂有此理！你们别逼我了，不管家里有多大的难，我也要和爹和你们在一起。别再说些孩子话了。你爹养了你19年，
好吃好穿，如今又好嫁妆的送你出门。你要是真有点良心的话，就要报答你爹。怎么报答？高高兴兴的走出这个家门。你爹他一生都争强好胜，尤其是现在这个紧要关口，我们更要咬紧牙关的撑过去。你这个样子只知道哭哭哭，把你爹的锐气都给哭掉了。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有多少只眼睛看着你？他们不是看你，是想通过你去看你爹，看他心里有没有底，能不能稳住局面，看他还是不是神通广大的胡大财神。可你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让别人看什么？你等于是告诉别人，他胡雪岩就要垮了，我们胡家上上下下都乱了。你等于是告诉别人，胡家的声誉和信誉全都靠不住。不，孩子，你一定要听话。为了你爹，为了这个家，也是为了你自己。就算你有眼泪，也不能让它流下来。你得笑着走出我们胡家的大门，让外人看一看，我们胡家没有垮，胡家的三小姐还在风风光光的嫁人。给你爹磕个头吧。爹，女儿，听着，轿子在外面等着，胡家的人不能让人家瞧不起。起来。爹，女儿走了，你要好好的保重。等我回门的时候再来看你，到时候你要记得给我从上海带新的首饰来。孩子，你放心，爹一定给你买最好的首饰。娘，你们要好好的照顾爹，别让他累着。爹，娘，谢谢你们给我找了这样一门好亲。你放心，我到了王家会跟他们一块儿好好的过日子，过安稳的日子。这是爹最爱听的话。记住，到了那边就是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去吧。雪野，有没有觉得好点儿？喝碗参汤吧。我不想喝，放在那儿吧。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分号情况怎么样？富康的人都死绝了，不兑银票，我们的银子怎么办？砸了他的店！
上海的消息传到天津，天津再传到京城，我们的京城分店顿时被挤兑。白维贤无法应付，只好上去排门逃走了。当地的地痞起哄，半夜里打开排门夜抢。等巡城御史赶到的时候，已经被抢光了。第二天，京城的老牌钱庄，恒兴、恒和、恒利、恒源，也受到了我们的影响，挤满了要兑现的客户。四大亨如果一倒，市面将不堪设想，所以地方官不得不出面维持，规定银票100两以下照付，100两以上、1000两以下的暂付50两，1000两以上暂付100两。现在局面稳定住了吗？四大亨虽然暂时维持住了，但规模较小的钱庄一挤即倒，市面十分混乱。现在是人心浮动，传言四起，已经惊动了朝廷。朝廷怎么说？现在还不清楚。我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大先生，你可要多保重啊！老爷，顾先生来了。知道了。薛元兄啊，且不说这纸里包不住火，这张纸就是戳一下，它也会有个洞。何况大家都要通过这个洞来看内幕，那这个洞就会越扯越大。现在这个洞已经被捅破了。依我看，索性你自个儿把这个洞给扯开，让大家看个清楚，事情反而就明白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自己宣布自己倒了，然后把账就一笔清掉？啊？难道你没有想过？想过，而且不止一次的想过，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呐。就是因为那些客户的存款，就是因为我的钱庄垮了，赖着不还，这说得过去吗？那你有起死回生的把握吗？你能不折不扣的付款吗？现在市面不好，你心里也清楚，不像那个时候，我的私行不赚钱，我还有典当行，典当行不赚钱，我还有钱庄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是8个坛子7个盖，现在呢，8个坛子4个盖，你怎么干？更何况有人就看着你，就专捡你没有盖的坛子下手。薛元兄，说句难听的话，等你4个盖子都没有的时候，恐怕你上吊都没人可怜你呀。今天啊，就我们4个人，大家说说心里话。这2天什么事也做不成，闲工夫多了。昨天一个人无聊，我就看了一本《三国演义》。这诸葛亮啊，他在茅庐作诗，大梦谁先觉？咱们几个人当中啊，迎春最先觉。你给大家说说。富康一出事啊，4大亨受挤，京城的市面就要受到影响，只怕有言官出来说话，惊动了养心殿。要想像今天这样坐下来慢慢商量，恐怕就难喽。阿四啊，你的意思呢？先不说拖下去是好是坏吧，那总要拖得下去才行啊。不用说外面，光说家里，老太太那儿我就觉得拖不下去了。老太太应该看出点什么了，老是问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
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我怕有一天万一瞒不住，一个晴天霹雳下来，老太太受不受得住啊？我赞成应春的办法，长痛不如短痛。雪岩兄既然要我们讲心里话，我有件事就不敢不说了。有人说雪岩这2个字是冰山，我前天特地去测了一个字，是为了我的事吗？是的，抽出来的是个五岳归来不看山的岳字，这个字不好，冰山一倒就是牢狱之灾。不用紧张，冰山没倒就不会有事。风言一定有他的说法，是吗？是的，测字是个触机。刚刚听了应春的话，我觉得似乎更有道理。岳字中间的岩就是岩关，现在是有座山压在上面，不要紧，可靠山一倒，岩关出头，那时候左面是泉，右面也是泉，一犬吠日，众犬吠声，群起而攻，怎么吃得消啊？裘先生，那如果靠山不倒，是不是一点事儿都没有了？事情不会一点没有。你看左面这只犬已经立了起来，张牙舞爪地扑过来要咬人，但是不要紧，只要岩关不出头就不要紧。肉包子打狗，让它乖乖的不叫，就没事。一点都不错。现在有2件事务必马上办，一件事必须去请左大人，让他出面维持一下局面吧。另外，马上给京城写信，请徐大人务必在京城的那些官老爷面前，好好为我们求求情。写信缓不济急，还是打电报吧。这种事情怎么能用明码发报呢？德藩台同军机张京联络，总是有密码吧？那密码是军机处专用的，非常重要的私事也只能说2、3句。可我的事情，这2、3句能说得清吗？只要能说上2、3句就可以了。请德藩台密电徐小云，告诉他加减多少码，我们就可以用密码了。这个办法好极了。迎春，你干脆给我拟个2、3句，让阿四给德大人送过去，让德大人用军机报发出去。哎呀，这前几天呐，脑子里是一团乱丝啊，除了想绷住场面以外，什么念头都不转啊。到了绷不住的时候，已经是精疲力竭了，索性听天由命，什么都不想。这说起来，总怪自己不好啊。亡羊补牢，为时未晚。如果决定照这条路子走下去，那么场面还是要绷住，应该切切实实打电报给各个钱庄，无论如何也要维持，好比打仗一样，哪怕只剩1兵1卒，也要守下去。讲得有道理。老爷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德藩台他不肯发电报，为什么？他要亲自来找你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雪爷，你要我打密电给徐小云，不大妥当。军机处的电报，盛宣怀的手下没有不照翻的。这种加减码子的密码，他们一看就明白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想打给我在京的一个朋友，让他去告诉徐小云。这样也好。德大人，我想托徐小云替我在那些老爷面前烧烧香，请他们在家纳福。马上要过年了，你看今年这个京城的探镜、节镜，是不是还要送啊？事到如今，不但要送，恐怕还要多送。啊，那你这个款子怎么个送法？富康在京城的分号已经不能办这个事了，你准备托什么样的人？这个款子从什么地方拨？事已至此，我的意思还是交给徐大人去办吧。明天我就让应春把这笔款子给徐大人打过去。你看6万两银子够吗？够了。雪岩，咱们之间的交情和兄弟之间没有什么区别，所以我说话也没有什么顾忌，否则反倒会误事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德行大人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雪岩，
咱们往好处想，可是也不能不想到最坏的结果呀。这你放心吧，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。生意失败了可以重来，但是我做人不能失败。这关系到10几年来的名声，我宁死也不可能那样做。好，我这里有张单子，你看一看，只要有你一句话，我就可以叫底下人去照样吩咐。雪烟，雪烟，快去准备参汤。是。要不要现在喝点参汤？雪烟，你可要擅自珍重啊！没事，大人。你的这些账，我一时没有那么多的现银。你看这样好吗？我先给你32万两，其他的我用细软抵押，你看行吗？雪烟，我拿这些单子给你看，只不过是想提醒你，这些款子里有些是我小妾的私房，并没有打算马上要。事到如今，我想你总账总算过吧，欠人人欠总共有多少？能不能抵得过来？四姐，七姐夫，我听说胡先生摔倒了，怎么样啊？喝了点参汤，现在好多了。哦，正和德范台说话呢。德范台，他来干什么？好像是来摸我们的底的。不能让他知道啊！这要说人欠欠人两相比较，照我的算法，还足足有余。天津、上海2处存的丝跟剪子，照市面价得900万；23家典当，每家价本算他10万两，就是200万。胡庆余堂起码要值50万两，至于住的房子，就很难说了。那就先不必算了，900加200，1100，再加50是1150万两。那欠人呢？连官款在内，大概800万两，那还多350万两，依旧可算是豪富了。这只是我自己的如意算盘，怎么不能相抵吗？只怕我的丝卖不了那么多钱。胡先生现在这么做，就是为了维护江浙杨简人家100万人的生计而跟洋商斗法。哎，可现在洋商联合在一起，实力充足，千方百计的进攻。胡先生是孤军应战，唯有苦撑待变。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形啊，就跟围城一样，洋商大军逼近，吃亏的呢是劳师远征而利于速战。那被围的胡先生呢，利在以逸待劳，但要内部安定，方能够获胜。等到城外的洋人徒劳无功，军心涣散，准备撤退之时，开城追击，方能大获全胜。可是现在上海的富康风潮一起啊，就好比城内生变，再守就难了。守不住也要守，不然给洋人看出什么来，那更麻烦。我问过雪雁，她说之所以要稳住局面，就是不想让那些洋商看出什么虚实来，这样才有化险为夷的希望。这个4家我绝不会松口，只要我一松口，就意味着我投降。这些丝如果落在洋人手里，他们很可能给我的是倒八折。什么是倒八折？倒八折就是只剩下2成。我900万的丝，他们很可能只给我180万。这么厉害？那些洋商眼睁睁的等的就是这一天，光是这口气我就咽不下。可是眼下这个样子，怕是非走到这一步不可了。像我这种情形在国外，
比如美国、英国，甚至日本，公家一定会出面维持的。可是，在我们这里呢，我吃亏倒无所谓，只要便宜不落给洋人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你说是不是啊？哪怕朝廷放出一句话，说我胡雪岩公司亏损，一切由朝廷办理，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让出去，我都认了。哎，这也是一个办法。你何不请左大帅出面代奏呢？没用了，现在朝廷筹备军款那么急，怎么可能因为我胡雪岩而缓收呢？老爷，出什么事了？不好了，李中堂给刘大人来电报了。电报说什么？电报说呀，直隶水灾60余万两公款存在富康，现在富康倒了，他要刘大人去查封胡雪岩的典当，以备公款。啊！刘大人叫我过去啊，说的就是这件事。那你怎么说？我能说什么呢？中堂大人是北洋大臣，又是直隶总督，就连巡抚刘大人他都不敢不办。不过他的意思还是怕刺激民心，让胡雪岩自行处置。自行处置？怎么是自行处置？就是让他把自己的财产目录和公司亏欠的账目全都开出来，交由官府，由官府来处理。这不是查封家产吗？这些是什么？这些都是娘给的，她说不喜欢了，让我们给处理掉。我想娘肯定是感觉出什么了，知道你缺钱。这是她多年积存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不喜欢呢？留着。我就是再无能，我也不可能用他老人家的东西。现在要做几件事：第一，要发一封密电给全国各地的富康分号，即日歇业清理；其次是托应纯在上海尽快的寻觅洋商，议价出售存私；第三就是集中一批现银，检点一批首饰古玩，变成现银，抵偿客户的存款。我会去办的。第四件就是我要亲自去料理，看到底还有多少财产，一定要弄清楚。雪岩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呀？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人，绝对不能被抄家呀！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再难也要挺住了。这邓承修已经奏请朝廷，责令贪官罚捐巨款，以济要需。另外，有人知晓刑部尚书文玉大人存在富康70余万银两，请旨查明究所由来。皇上已经下令顺天府去查了。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越闹越大了。胡雪岩怎么没来？他不会趁机逃跑吧？不会，胡雪岩还不是一个怕事的人。全部都在这里了。23+9，全国所有的富康分号、私行、典当、房产。雪岩，这可是你多少年的心血呀！我现在只能交给他们。
胡雪岩胡大人到。遇刺红顶商人胡雪岩，从商无门，有辱朝廷。先将本道公司账目递进府台大人，请府台大人成全。严重严重，胡先生，如今时局艰难。一切要以维持市面、安定人心为重。在这个宗旨下，如果能为胡先生效点力，亦是我分内之事。请起，请起。那好，府台大人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在这个箱子里，我放了7本账。第一，就是我富康钱庄在全国各地分号的总账。这第二，就是我23家当铺的总账。第三，是在我胡雪岩名下，一共有11000亩田产。第四，就是我现在存的蚕丝的数量。这第五，就是我呕心创办的胡庆余堂。第六，是我现在住的宅子。第七，便是我欠所有存户的名册都在里面。大人，我请你一一过目。胡先生，这7本账的收支总数如何？大人，你这句话问得好极了。我在名册上给你标得清清楚楚，我胡雪岩的总资产应该达4000万，我欠人多少？连官款在内都不过是区区800万。相比之下呀，绰绰有余。可话说回来了，我欠别人的历历在目，可别人欠我的，那就难说了。对呀，别人欠胡老板的实在是太多了。雪岩的私碱因为跟洋人斗法，将来只有拍卖之意图，还不知道成本能不能收回来呢。何为拍卖？这是外国人的规矩，有意者彼此竞价，先从底价叫起，只要有2个人竞价，一直叫下去，直到叫到没有人竞价，惊堂木一拍就算确定了。这样说，洋人可以沟通好，故意不竞价了。大人，那些洋人他们不仅可以不竞价，他们甚至可以不出价。照此看来，胡先生的私碱到底值多少银子，根本无从估价。大人，你这话说的不对。我的蚕丝原来值1200万，就说现在市面不好，它也值900万。但是你如果让洋人去竞买，那很可能是1文不值。那就难了。德大人，你看此当如何处理呀？也只能先公后私，一步一步来清理了。也只好如此了。现在朝廷的意思还不知道，我只能在保管2字上尽力。胡先生，你一时不会离开杭州？回禀大人，在下胡雪岩还就是要离开杭州前去上海，力争我的蚕丝不被洋人拍卖，这于公于私都是有好处的。哦，你要去多长时间？总得半个月。哎呦，胡先生，假如这半个月当中一定有事要找你面谈，怎么办？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，请大人告诉我就是了。好吧，胡先生，你忙你的事情去吧。希望在这半个月当中，你能忙出一点眉目出来。只要公款不丢，私人不闹，我又何必多事呢？府台大人，这何尝不是我胡雪岩的心愿呢？可这件事情仅凭我一人是不行的，我请府台大人和朝廷多多尽力才是啊！严重了，严重了！宋哥，
你先坐下歇一歇，药熬好了，我去给你端过来。等一等吧，我现在不想喝。那你去见府台大人，情况怎么样？随他们的便吧。我想第一步，他们很可能查封典当行。你看看，全给封了，23家，全被封了啊！才是不是这儿吧？完了，这儿了，银票啊！这可怎么办呀？他们要查账，要是把我们做的手脚查出来，这还了得呀！36计，走为上策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做好准备，最好3、5天之内料理清楚。我们开溜。开溜？我们溜哪儿去啊？徽州我可不去啊！我怎么舍得让你到徽州去吃苦呢？就算你同意，我也不能去。我想，有3个地方可以去，一个是上海，一个是京城，再有一个是扬州，那儿我有2个亲戚。能不能不走啊？不走办不到，除非倾家荡产。有这么厉害？自然。那个邱风言聪明得很，手段毒辣。如今他把账本都抄去了，他要是一笔一笔的算，哎呀，没有5万两银子，我是过不了这一关呐。哎，那你就不会赖掉吗？把柄在人家手里，我怎么能赖得掉啊？那不理他呢？不理他？你去试试看。刘大人派来查账，那都是候补知县，他们是奉了县狱来查封，权力大得很。只要一句话，立刻就可以把我送到仁和县班房，你就等着送牢饭吧。看来我们只有去上海了。可是，我就怕，这到了上海还是难保平安呢。一定可以保。上海洋场等于是外国人的地方，就算是府台也不能派差役去抓人。上海五方杂处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只要你有钱，就可以每天坐马车逛西苑吃大餐，没人管你的闲事。好在现款存在汇丰银行，细软随身就可以带走，3天就能收拾好。其他的折子摆在那儿再说。不过，这3天当中会不会出事啊？哎，这就要用缓兵之计呀。我今天就去找裘风言，他一定会开出个价钱来。我请他明天晚上来吃饭，你在他身上好好下下功夫。你又来这套啊？你把我当什么人呢？我把你当作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。你弄得不好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不白白给人占了便宜呀？你可真傻呀你！你不会不让他占着你的便宜啊？万一我要是应付不了呢？哎呀，你不会叫啊？你一叫，我马上就会来救你。那不变成仙人跳了？我不干。那就索性让他占点便宜啊！哎，这是你当男人说的话吗？这不是为了救我们俩的命吗？要想过上好日子，那就得吃点苦头啊！亏你说得出口！哎呀，雪岩兄啊，你现在还有心情说笑？风言呐，一看到你来我就高兴。今天我来是要向你讨一个主意的。什么主意？说。这个公祭典当的唐子韶啊，做了不少的假账，骗了你不少银子呀。明天我去封他，你看我该怎么处置他呀？哎，要我说呀，算了。什么算了？我不糊涂，我能辨是非，但是我这样做呀，是为了一个人。是哪一个？月如啊。哦，我听说过，唐子韶曾经设过美人局。你上过他的当啊？老爷好。既没上当，也不糊涂，都是我心甘情愿的。
你想想看，老我都到了爷好这个份儿上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吧，不要到死还拉个垫背的。老爷好。原来我想啊，替你尽点心，帮你整整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。你既然有这种情谊，那我当然照你的意思办。好，至于论多论少，我一定看情形办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还得谢谢你啊。谢我什么呀？谢谢你那天在富康钱庄门前帮我说的那几句话。哎，那是小事，何必提它？好，那就不提小事了。我还要跟你说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啊。什么事啊？记得年羹尧大将军赠妾的故事吧？我知道，当然知道。知道就好。我现在就是要效仿他，也送给你一个。什么？不行不行！怎么不行？我现在这情形也养不住了，这是我心甘情愿，不是你多爱。我呀，回去跟我老婆商量商量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怕老婆？不是，你可没出息呀，没出息。